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进入2024年的倒计时，每逢年终盘点，24年流行语、24年热梗都会被再次汇总、传播，甚至解析热梗、流行语，制作相关的表情包，养活了一批创作者。我们用几个热梗简单回顾一下2024年曾经受到过的轰炸。打工人在 Model Christmas 中彼此祝福圣诞，对合作方诉低头弯腰了一年。年终除了 Q4 复盘，还要被综艺里的卖血气到活人微死。牛马看着别人的年终奖破防，跳着先秦淑女步问老板：我配拥有一杯咖啡吗？看，我就这么水灵灵的用起了2024热梗，你说 city 不 city？ 海外网友24年的圣诞聚会一定会听到 Dilulu it's a Lulu。 在我们频道之前发布的文化批判影片《中国审美为何又土又丑》中，有网友留言，希望我们聊一下流行语导致的语言表达能力退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一起讨论一下流行语热梗如何形成，为何流行，又将如何演化呢？它背后的文化心态是什么样的？如何对流行语进行价值评判呢？它的副作用都有什么？首先，我们先来聊聊一个热梗是如何形成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将流行语定义为某一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词汇。建国初期，同治、改造、建设、的确良是流行语。改革开放时，个体户、万元户、小康、交谊舞是热词。90年代，老板、小资、下岗、炒股开始流行。千禧年，酷毙了、帅呆了是经典口头禅。网络时代从94年到02年，以 BBS 论坛为载体，论坛文字和符号成为了流行趋势。2003年到2007年，博客作为新兴载体，网民开始参与、围观。2010年前后，智能手机的发展、微信、微博等应用程序的爆发、移动时代、不明觉厉等流行语开始火热。随后到今天的短视频、直播等娱乐形式，再次诞生大批热梗。学者季羡林曾说，语言文字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流行语确实种类繁多，但并不是肆意生长，而是有固定模板的。以缩写为代表的流行语，从 OMG 代表 Oh my god 到 YYDS 代表永远的神， DDDD 代表懂的都懂， emo 代表 emotional。 以谐音梗为代表的流行语，从古早的521代表我爱你，9494代表就是就是，双 Q 代表 Thank you， 到今天的素代表是，神经代表神经，尊嘟假嘟代表真的假的，多损是东北话谐音的多损。还有老词新意，比如你是我的神，因为短视频的剪辑传播变成了一种嘲讽和夸张。City Walk 从惬意的城市漫步变成讽刺城市精英在经济下行下没钱只能在城市遛弯的行为。以及词汇重组，原有的流行词拆解，再组成新的流行词进行传播。比如雪糕刺客可以衍生出任何一款产品加刺客，代表着性价比低，抢用户钱。无论是缩写、谐音成为审查制度下民众的社交密码，亦或是老词先用、词汇重组成为网络流行语式的表述方式，一定程度它们代替了常规文字，成为了让一部分人心意相通的生存体验。流行语、热梗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社会现象的产物，体现了一种集体情感，通常用简洁有趣的浓缩将复杂的社会情绪大伙收汁，提炼成易于传播的语言符号。作为社会现象的产物，它自然而然成为了时代标签，是一个时期社会心理的镜像。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设，就是说，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存在本身。语言为存在提供了家园，在这个家园中，存在得以被理解和表达。对于流行语，它就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群体、某一社会现象存在的一种表征。例如，打工人、内卷、牛马、躺平，是职场年轻人对职场的过度竞争、职业压力、加班文化等进行自嘲，或是表示无能为力，或是讽刺劳动剥削。同时，综艺、电影、电视、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等承载大众文化的容器，都是流行语、热梗的生产工厂。也就是说，流行语的形成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这种大众文化现象承载着时代的集体记忆。看不同国家的热梗，可以窥视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透镜。各国梗圈的意见领袖们对语言模组进行深加工、再包装，让它们快速流行、重复使用和传播。流行语的形成也离不开民众的创造与互动。用户在社交媒体、视频弹幕、网站论坛中发明创造，随后被传播和使用。这种自下而上的语言生成方式使流行语贴近大众生活。举2个例子 ：The Lulu is the Salulu，
今年海外魔法咒语 The Lulu is the Salulu 被英国柯林斯英语词典选为年度词汇。Lulu language 语言热潮来源于 K-pop 迷，最初是以负面含义问世，2014年就在 K-pop 粉丝圈中被使用。The Lulu 源于英文 delusional 是妄想、不切实际的意思，描述 K-pop 狂热粉丝幻想与偶像发展浪漫关系的幻想式恋爱。这种社会现象也被定义为类社交关系。TikTok 对该词的传播让很多年轻人接受和使用 Delulu。这个词也从负面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积极意义，即妄想可以改变现实。所以 The Lulu is the Salulu 直译就是妄想是解决方案，通过自嘲缓解现实中的种种无奈不易。Lulu language 成了一套体系， True Lulu 来自 True 真实的，意指所有幻想都能成真，传递出对未来的美好祝福。还有 Help Lulu 意为帮助， Please Lulu 则是拜托，用于轻松幽默的表达。这样的流行也被歌手刘柏辛写成了 Delulu 歌曲， YouTube 累计800万次观看。还记得2020年一度在大陆盛行的凡尔赛文学吗？它也简称凡学，取自凡尔赛宫，借用路易16时代的贵族生活气息，批判和讽刺一些人。明面上表示难过、哀伤、抱怨，实际上是向外界不经意炫耀自己优越感的一种语言形式。举个例子，为了让我的特斯拉充电，我不得不搬到别墅使用私人车库连接充电器。这样的热梗来自于大众在某一时间段对各种社媒炫富的现象集体不满，是大众文化偏好的一种反应。大家都讽刺小红书充斥着炫富成功人士的内容，戏称小红书用户人均年收入100万。凡尔赛这样的热梗就成了引起共鸣的短语。如今又开始流行自律博主的一天，学习韩女的一天，通过精致摆拍的 vlog 过度宣扬早起、健身、健康饮食、学习，出入高端研讨会、联合国演讲，打造精英人设，实则虚假骗人，吸引流量，把自律博主这4个字活生生完成了贬义，就好像曾经把名媛一词变成负面一样。那么梗文化为何如此流行呢？甚至今天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很难剥离开流行词汇，各个年龄层都会没事讲两句。流行语作为一种生活、职场、娱乐都无法绕开，发酵传播快，能迅速引发群体共鸣的存在，确实备受追捧。在旧有词汇难以精确传达情绪时，搬砖、佛系、内卷、躺平、班位、妈喽、牛马就成了打工人抱团取暖的抱怨和牢骚。拉齐、颗粒度、抓手、赋能、闭环、复盘、跑通就成了一个行业内从业者达成共识的公共语境。掌握流行语、网感强的人经常可以在开会、社交场合抖一个包袱，懂的人心领神会，一起开怀大笑。梗文化的流行首先可以用迷因传播作为解释。迷因 meme 是由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提出，它融合了代表模仿含义的希腊词根 mimema 和英文 gene， 创造了 meme 一词，用于描述文化基因。meme 学术讲是指模仿人群中传播的文化单位，例如语言、行为、思想或图像。在互联网时代， meme 逐渐变成了一种指代网络爆红的文化内容，或幽默或嘲讽。影片、文字短语、表情包、梗图都是 meme 的一种。meme 通过模仿阶段的本体复制到变异阶段的衍生，竞争阶段的筛选与淘汰，最后强势的迷因成为流行语，弱势的迷因逐渐消失。meme 的特点包括易于模仿和改编、病毒式扩散、去中心化传播。因为简洁可复制，自带幽默讽刺，它可以迅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传播，形成病毒式文化扩散。也有人把这样的扩散形容成传染性。同时，传播路径中它会被再创造、再定义，也就是容易二创，所以也具备去中心化传播的特点。举个例子，一个有趣的表情包梗图被配以不同的文字解读，就可以在评论区起到多种反馈的作用。迷因传播具备的3个特点，都是梗文化可以快速流行的原因。买美股的朋友应该也了解过 meme 股，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互联网上受到大量散户追捧的股票，经常表现为一夜暴涨或瞬间暴跌。除了迷因传播，文本盗猎也可以解释这种流行。文本盗猎是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1992年出版的《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用来描述受众如何从主流文化或媒体的文本中主动获取意义，并基于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重新理解或者改编。文本盗猎有主动解读、再创造、再利用及抵抗性阅读的特点。主动解读意味着盗猎者不是被动接受媒体内容，而是选择去解构，重新赋予内容新的意义。梗文化的传播给了文本盗猎者空间。盗猎者运用再创造、再利用的方式，
形成新的文化产品，如视频二创、文学作品二创。抵抗性阅读带有对主流媒体或权威媒体的批判性、戏谑性或颠覆性。举几个例子，文本盗猎的手段之一是把热门影片改编成搞笑视频，来表达与原作不同的观点或情感。近期大陆热门流行语爹味儿，由黄磊、杨紫等作为爹味儿代表，在网友的重新解读和剪辑下，衍生出了何炅的邪恶栀子花计划。大家开始模仿何炅的谁说这豆老啊，这豆可太棒了。甄嬛传、知否古装剧衍生出大量网络自封的真学家，对剧情查缺补漏，甚至书写一些番外，比如华妃重生记。也有粉丝专门写一些同人创作，挑战原作性别、种族、权力叙事。迷因传播偏重路径、速度，关注内容如何在网络中快速扩散，而文本盗猎强调生产，文化消费者的身份可以转变为生产者，关注消费者对原有内容的解构和重构。文化传播在文本盗猎的语境下，挑战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具备了双向传播模式。总的来说，语言属性的自少易于理解，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需求，网络媒介的可控性，借由迷因传播、文本盗猎、热梗流行开来。说完如何形成、如何传播，那么流行语又是如何演化的呢？与所有流行的东西一样，流行就是它的高峰，一段时间后一定会迎来热度降低、退去流行。所以流行语是具有赏味期限的，这就涉及到了演变问题。经过了很多年的互联网热词更替，我们都知道流行的宿命就是短寿，甚至有网友建立起了热梗博物馆，来纪念那些已经死去的，但提起某年就会想到的过气流行语。去年还很潮，今年变老梗，是流行语的常态。当流行不在，热梗有两种演化方式，一种是逐渐消失，另一种则是融入主流。比如蓝瘦香菇已经消失在今天的语境里，但普信、内卷、粉红这样流行已久的词汇仍被高频使用，很难在互联网环境中剔除了。此类词汇不易找到替代，有的代表一个群体，有的代表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网络流行语呢？如何进行价值评判呢？热梗流行语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简短好记，符合现代人崇尚的短平快生活方式，快速满足表达的需求，有的时候不用多余描述，举出这个词，对方心领神会，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发酵，结合着职场人、学生的线下传播。同时，像上文描述的，因为触及某些群体的共同情感、生活体验，就容易带来共鸣。比如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对男性表示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的言论，曾带给部分女性群体共鸣。此外，社交货币效应也是流行语的优点之一，无论是职场、生活、社交，许多时候线下传播流行语成为了一种幽默、抖包袱的社交货币。比如在同事共同午餐时，抛梗可能会让话题变得热络起来，甚至把互相认同的人绑定在一起，增强互动。我们不否定流行语的积极影响，但是它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先从文化规训的视角聊一聊流行语的副作用。流行语是文化规训的载体，在形式上，流行语被重复使用、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语言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表达方式。内容上，强化大众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将某些行为模式或观念内化成正常或标准。结果上，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流行语的规训力量所影响，逐渐接受了某些观念或行为模式，同时排斥不同的声音。这带来的后果最表层的就是语言环境污染，它正在摧毁语言。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表达的？我觉得深度交流是美好的，个体情感和思想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寻求火花，寻找相似，也喜欢不同。语言表达可以通过一个人使用的词汇、说话的语气、立场和角度，让他的特征丰富、形象立体、人格独特。而频繁使用流行语的人像一个假人，缺失了个人元素，模仿热梗的语气、词汇，偶尔包袱响了，但时常会给人一种厌倦感。曾奇峰在《幻想及现实》中曾描述这种感觉，像是看了盗版光碟，吃隔夜剩饭。当表达者试图制造幽默效果而背诵流行语，也掩盖了内心的真实情感，因为你说了众所周知的话，我反而无法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了。除了语言环境污染，语言表达匮乏、摧毁思维是紧随其后的副作用。丧失表达欲，丧失创造性，语言表达单一化。当热梗代替了深度表达，人们会失去对复杂情感或概念的细腻描绘，逐渐追求简化表达。有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失语症。如果说语言环境污染让有的人开始主动用流行语带动气氛，那么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长期浸泡在这样的环境污染里，注定会丧失创造性。
如今的社交媒体也会因为渴望获取流量，让标题更加趋同、流量导向。为了取悦算法，单一化的热门标题、热门内容也都加深了语言表达的苍白贫瘠，缺乏深度。曾经和同事聊起周末都做些什么，我描述到很喜欢和好朋友们在上海巨鹿路、安福路散步，喜欢满是梧桐树的街，偶尔还能穿过一些老弄堂，很有风味。走累了就可以去看街景的咖啡店小坐。同事回我，哦 ，City Walk 呀。这段对话并没有什么问题，听到这样的回复也不会影响我的分享欲，只是我无法忽视流行语导致的用词过于单一，所以后续的对话中，我本能的让自己避免被这个词汇影响，好像无论什么目的的城市散步都能被 City Walk 这个流行语概括。在这个词汇最风靡的时候，有同事发过朋友圈讲，在 Dirty Talk 和 City Walk 中选择了 Dirty Walk， 自嘲打工人既没有时间恋爱，也没有时间出去玩，引起了很多打工人的共鸣。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源头在哪里，但没过多久，我的各类社媒平台都出现了这句话，像病毒一样冲进我的脑子。这也导致我对流行语的抵触情绪总是巨大的，它降低了我看到文本的丰富程度。当每个人的表达都一样，就有了一种说了也好像没说一样的感觉。厌倦、粗暴、庸俗是随着表达方式单一化带给我的主观感受。所以用流行语拼凑的广告、影视节目、流行歌曲都会触发一种焦虑和自我保护机制。另一个可怕的副作用就是群体标签化，限制价值观。语言是文化规训的重要工具，当流行语成为主流表达，对思考、文化价值观都产生了限制性影响。这样的影响和约束通常出现在特定群体中，成为了无形的行为规训力量，迫使人们按照社会认定的模式行动。例如，班味形容职场人的疲态、暴躁或者素面朝天的一种被剥削感；牛马形容作为打工人无权做主、生活所迫、艰苦劳动。这样的词汇成为了打工人的主流表达，而那些不觉得上班辛苦的群体，或者以事业成功寻求自我成就的群体，可能失去正向表达的机会。因为流行语规训了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好像上班就应该有班味，上班不能是享受的，所有劳动群体都要有这样的表述和价值观才行。那不这样认为的人，就会和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人产生价值观矛盾。譬如，精致打扮的职场人会被另外一些职场人阴阳或者讽刺，上个班还有时间这么隆重打扮，一定是工作不饱和。这样会导致不在这个群体中的看客普遍用这样的流行语指代整个群体，形成刻板印象。此外，流行语也会扩大网络暴力与舆论压力，成为调侃、讽刺、攻击他人的工具。舆论压力通过流行语传播，广泛内化成一种社会规范，要求人们符合某些行为模式，否则将面临语言暴力或孤立，塑造人们的行为和表达习惯。这里我用破防举例，破防最早出现在攻防类游戏，描述进攻敌方部队，攻击值超过对方的防御值，破防就是攻破对方的防御。后面逐渐开始描述人类心理，形容自己破防通常是描述自己的情绪，因为某件事情导致的感动，或者面对巨大差距产生的落差。但是当破防用来形容他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攻击工具。同样拿上文的杨笠脱口秀举例，杨笠在脱口秀中冒犯男性群体，必然会迎来男性群体的反击，描述男性普信，引发了部分女性共鸣，导致男女化作对立阵营。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认可杨笠，开始和攻击杨笠的男性形成了对抗力量。当看到批评杨笠的男性观点，就会留言，看啊，又有一个男的破防了，或者表示杨笠让男性们集体破防了。这个破防描述了对方情绪上的愤怒、慌张，是对别人消极情绪的一种嘲笑。如果有男性举证，不想用普信来污名化中国男性这个群体，也往往会被用别破防了，解释就是掩饰这样的对立情绪来压制。这样使用流行语的攻击行为，也是导致杨笠后续为京东双11代言产生巨大风波的原因。京东的用户画像是男性为主，大部分男性会员对杨笠持抵抗情绪，选择退卡抗议。所以对于破防这个笼统的词汇，说自己不如直接描绘出自己面临的落差感，比如第一次出国接触其他文化，感受到向往的情绪，比起破防详细描述出自己的情绪、原因、需求、诉求，可以便于其他人更好地理解你。说他人体现了一种深深的恶意，是对立，是攻击。再比如开篇举例的凡尔赛，也可以成为攻击工具，让很多人对于分享自己的生活产生顾虑。再来说一个国内社交媒体喜欢的，用某学来对一个公众人物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语言、行为、穿搭，甚至社交圈。比较典型的是对豆瓣初代网红婉婉进行研究的婉学。
今年还有对黄晓明女友叶柯进行研究的柯雪，对综艺再见爱人嘉宾麦琳进行研究的麦雪。这些公众人物或是表演或是真实，都拥有一些不常规的行为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拥有同样好奇心和讨论欲的群体开始在互联网上以某学家自居，深挖研究对象的生平，解构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引导舆论。例如网红婉婉的自恋表演以及明显破绽是网学家们调侃的对象之首，譬如标榜云淡风轻但疯狂拉黑每一个不好的评论，维持上层精英人设，但总能被捕捉到伪装，这就成为了一场晚学家的解构狂欢。每一个被婉婉拉黑的晚学家都戏称自己拿到了结业证明。这种晚学、麦学、科学让大家在互联网上形成了讨论组，大家一起把研究对象的语言转变成了流行语。例如婉婉老公林汉写诗用了 Let's 相爱，被晚学家们改编成了各种 Let's 加一个中文动词，来嘲讽林汉奇特的英中结合。对于被研究对象来说，这样的词汇传播是一种攻击，同时对于不了解且爱好跟风的网友，这样流行词语的扩大化会成为一种攻击趋势，让很多人为了参与这场狂欢而跟风嘲笑。如果你觉得污染语言环境、失语症丧失创造性、群体标签化、网暴工具都还好，没那么致命，讲段子玩梗的快乐更重要，那么最严重的副作用你可以接受吗？最严重的副作用在我看来是过度娱乐化导致的严肃问题被忽视。尼尔·波茨曼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说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这一叙述阐释了社会从印刷出版物转变为电视为主的娱乐时代导致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的根本变化。公共话语的内容和形式逐渐被娱乐化所主导，而今天短视频、直播都是加剧娱乐化的媒介，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话题娱乐化呈现，幽默的方式传播，人们对社会重要议题的关注和理解将变得肤浅。比如打工人是职场人士的自嘲，996是互联网从业者的工作时间，早9点晚9点，一周工作6天。早 C 晚 A 是早上 coffee 晚上 alcohol， 也就是早上需要咖啡续命，晚上需要酒精入睡。这些都反映了劳动者的困境，但通过互联网的娱乐语境，它的传播和滥用完全掩盖了对劳动权益的深度讨论。在一片娱乐声中，大家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去批判思考和反抗的意识了。别让笑声掩盖我们的痛点，别让娱乐致死成为我们的宿命。娱乐可以放松心情，但不要痴迷娱乐进入逃避现实问题的陷阱。好了，今天我们从热梗的形成、为何流行、热梗的演化及价值评判4个方面讨论了流行语这一话题。认识流行语、热梗的负面影响是今天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如果你也对梗文化有自己的见解，留言告诉我们吧。记得点赞影片，订阅我们的频道。下周见，拜拜。